大雄竟然把哆啦 A 梦虐待的进医院了，他因此被机器人警察逮捕，送上法庭审判。这下麻烦惹大了呀！这天，哆啦 A 梦又在帮大雄浇花写观察日记，一旁晒被子的妈妈看见了，都觉得这样不太好。然而大雄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还在变本加厉地剥削哆啦 A 梦。他一冲进家门就找哆啦 A 梦要取物包，原因竟然是他把书包忘在学校了。妈妈在旁边又听不下去了，你就不能自己去拿回来吗？但大雄偏不，有这么大个哆啦 A 梦杵在这儿，干嘛不用？要学会合理利用资源嘛。他待会儿还想找静香玩的呢，哪有那么多时间？哆啦 A 梦没办法，只好疯狂从口袋里掏东西。乱七八糟东西堆了一地，哆啦 A 梦才终于翻出了大雄要的取物包。大雄拿到书包之后扭头就走，压根就没打算帮他收拾这一地的东西，那可真是把小白眼狼几个大字写在了脑门上。可怜弱小又无助的哆啦 A 梦只好自己来收拾。而在此时，他的头顶突然飘来了一个长着眼睛的小摄像头，把这一幕全都拍了下来。好不容易收拾完杂物，哆啦 A 梦已经累得够呛。他坚持着进了屋，可此时他脑门开始发热，最后倒在地上动弹不得。但大雄竟然没心没肺的从他身上踩了过去，转头还找他要道具偷懒，这多少也有点太过分了吧。大雄要到道具之后，立马去找静香约会去了，根本就没管状态越来越差的哆啦 A 梦。哆啦 A 梦感觉自己快要不行了，强撑着最后一丝力气掏出了通讯器，艰难地伸出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一根手指，按下通话键。可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哆啦 A 梦就晕了过去。哆啦美从时光机里火速赶来，此时哆啦 A 梦已经奄奄一息了。作为胸控的哆啦美那个急的呀，立马呼叫救护车，让机器护士抬着小担架把人送回了未来。大雄和静香快乐玩耍到日落西山了才回来。他一回到家就发现哆啦 A 梦已经不在了。听了哆啦美的留言之后，大雄还以为哆啦 A 梦生病是因为吃多了铜锣烧，一点都没反省到自己的问题。等到半夜，大雄被两个神秘绿头机器人从被窝里给揪了起来。他们俩自称是22世纪的机器人警察，因为大雄违反了机器人条例的法律，现在他们要逮捕大雄。大雄一听自己要被警察抓进局子，人都傻了，更没想到他还要被送去22世纪的机器人法院接受审判，这场面他是没见过呀。大雄还没搞清楚状况，就被戴上手铐直接带走了。被押送到法院的路上，哆啦美和师兄也赶来了。哆啦美主动要求当大雄的辩护律师，而大雄还在担心哆啦 A 梦的病情。哆啦美为了不让他担心，只说哆啦 A 梦是工作劳累过度。大雄来到了机器人法庭，这个架势还真是有模有样的。法官哐当一落锤，宣布开庭。大雄作为被告人被叫了起来，绿头机器人竟然还是检察官，他开始对大家陈述被告人的罪行。大雄因为侵害了机器人的基本权利，所以绿毛检察官才会再次提起诉讼。但大雄连机器人的基本权利是啥都不知道，他赶紧偷偷问哆啦美。哆啦美戴上小眼睛一翻，书上说了，机器人是人类的伙伴，而不是奴隶，所以禁止人类强制机器人去为他们做任何事。大雄这条罪可是犯得不轻，看看他之前是怎么剥削压榨哆啦 A 梦的，就知道他今天铁定完蛋了。但哆啦美还说，大雄就算被判有罪也问题不大，顶多就是再也不能和哆啦 A 梦一起生活了而已。大雄一听这话就急了，这比要了他命还难受啊！法官又敲了敲他的小木锤，示意被告人坐下，有请第一位证人上台。第一位证人是谁呢？当然就是每天都第一时间目睹大雄虐待哆啦 A 梦的妈妈了。只见检察官掏出一个写着妈妈名字的心灵存在罐，盖子拉开之后，妈妈的虚影就已经出现在了现场。面对检察官的询问，妈妈一五一十把事实都说了出来。大雄就是什么事都让哆啦 A 梦做，今天自己书包忘了拿，还要哆啦 A 梦帮忙。妈妈那个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，检察官赶紧打断他，够了够了！庭审团的机器人们已经群情激愤，这么一看，大雄简直十恶不赦。但哆啦美身为律师，当然要帮大雄辩护。他来到妈妈面前问道：“哆啦 A 梦和大雄之间的感情真的不好吗？”妈妈笑着说：“怎么会呢？他们俩的感情特别好呢。”说着还提起了两人上次一起打游戏的事。他们俩把赛车游戏玩成了碰碰车，为了抢个游戏手柄大打出手，最后游戏输了还互相甩锅啊，就像是亲兄弟一样呢。
啊，你看他们俩感情多好啊！只有绿毛检察官一眼看穿了本质。それは喧嘩じゃないですか。哆啦美随即表示，打是亲，骂是爱，爱到深处用脚踹。我哥和哆啦 A 梦就是感天动地兄弟情，你这个绿毛检察官懂什么呀？绿毛检察官依旧不为所动，接着请出了另外2位见证人胖虎和小夫。一提起大雄天天抱哆啦 A 梦大腿，在他们面前开挂装逼之事，那他们可就来劲儿了。那一说起来3天3夜都不带喝水的。目前局面对大雄越来越不利，旁边席上迷你多拉突然爬上桌子，偷偷凑上了世修的耳朵。原来是医院里的哆啦 A 梦又出问题了，他的原子炉运转相当微弱，高压配线也出现了异常，医生给他注射了樟脑液。如果还找不出病毒来源的话，哆啦 A 梦的身体机能就会被全面破坏。法庭上的审判还在继续，他们竟然连哆啦 A 梦的女朋友小咪都找来了，为了翻译猫语，还煞有其事的给小咪立了个话筒，装备那是相当专业。小咪说，他们俩每次一约会，大雄就有事儿，哆啦 A 梦连个恋爱都谈不成，为了大雄都耽误了搞对象这样的终身大事。听的人那是声泪俱下，何止一个惨字了得。送走小咪之后，绿毛检察官把墨镜一取，歪嘴一笑，大雄顿感大事不妙，赶紧转头问哆啦美，哆啦 A 梦现在怎么样了？哆啦美不小心说出了哥哥还在手术，搞得大雄的担心又加了一层。这时哆啦美提出，被告人这边也有证人，他召唤出了静香。静香向大家讲述起那天在空地上发生的事。小夫在吹牛炫富，说自己要去欧洲旅行。大雄仗着有哆啦 A 梦在一边开了嘲讽，去个欧洲算什么？我让哆啦 A 梦带我去土星飙车都是小 case 了。小伙伴们纷纷表示也想去玩，大雄一个个全都替哆啦 A 梦应了下来。反正只要去拜托哆啦 A 梦，什么都能做到嘛。哆啦美本来想用这段会议来证明哆啦 A 梦和大雄的友谊浓厚，但绿毛检察官又一眼看穿了本质。静香说的那件事里，大雄3分钟里就说了5次拜托哆啦 A 梦，这难道还不足够证明大雄总是找哆啦 A 梦帮忙？就算哆啦 A 梦身体不舒服，还强人所难吗？面对绿毛检察官的控诉，大雄根本就没法反驳，气得眼里飙泪。我说不过你，还打不过你吗？大雄抓住对方的袖子就开始胡闹。然而他这个战斗力还试图大闹法庭，显然很不现实，一把就被警察拎起来扔进了局子里。大雄才5年级就蹲过大牢了，也算是开启人生新体验。等到大雄被迷你多拉叫醒，心里还在担心哆啦 A 梦，于是他下了狠心，一拍脑门，要不然咱俩越狱吧。咱也不知道警察把他和迷你多拉关在一起，到底是想让人跑呢，还是不想让人跑。大雄在迷你多拉的帮助下成功越狱。绿毛检察官派出追踪机器人，把他们的行踪实况转播到了法庭，大家都能免费在线看直播。刑警开着飞行器把2人套进了麻袋里，迷你多拉又割开麻袋把人救了出来。大雄一路跑到了哆啦 A 梦所在的医院，绿毛检察官还以为他到了这种时候还想着要找哆啦 A 梦帮忙。然而大雄只是想再看看自己的好朋友一眼，他跑过一层层像是没有尽头的走廊，终于赶到了哆啦 A 梦所在的手术室。哆啦 A 梦此时还在昏迷，医生根本不允许他靠近。身后的追兵也已经赶到，一把抓住了大雄和迷你多拉。大雄一口咬伤了刑警的手指，趁机挣脱了禁锢，朝着哆啦 A 梦的病床上爬去。刑警原本还打算开枪射击，但是看着大雄一点点爬上了顶端，又把枪收回了怀里。大雄费尽全力，终于爬到了哆啦 A 梦所在的地方。看着昏迷的哆啦 A 梦，他一遍遍叫着对方的名字，但医生也只是在一旁默默地摇了摇头。大雄不愿接受这个事实，对着关了机的哆啦 A 梦，他难过的哭了起来，眼泪都滴在了哆啦 A 梦的大脸盘子上。这时大雄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他说自己以后再也不会依赖哆啦 A 梦了，现在只求他快一点醒来。陪审团的大家都被这一幕所感动，各种奇形怪状的机器人也都流下了滚烫的泪水。医生让大雄离开，但大雄只想陪在哆啦 A 梦的身边。就在此时，奇迹发生了，原本失去了意识的哆啦 A 梦听见了大雄的哭声，竟然缓缓苏醒了过来。哪怕已经陷入了昏迷，哆啦 A 梦的潜意识里依然是要保护大雄。看着哆啦 A 梦重新苏醒，
大雄激动的赶紧来了个熊抱，法庭上的法官都被他们两人的友情所感动，偷偷抹起了眼泪。这时陪审团的大家也都知道了两人之间的深厚感情。法官一锤定音，宣布大雄无罪释放。忙活了一夜，又是被抓，又是庭审，又是越狱的大雄，终于在哆啦 A 梦的怀里安心睡了过去。一眨眼又是哆啦 A 梦拉开窗帘叫他起床，大雄这才发现刚才的一切都是一场梦，哆啦 A 梦依旧陪伴在自己身边。大雄抱住哆啦 A 梦来了一场深情告白。哆啦 A 夢、これからも一緒だよ。哆啦 A 夢、あんまり頼らないようにするからね。哆啦 A 夢、哆啦 A 夢、哆啦 A 夢。哆啦 A 梦还是像从前那样送他出门上学，问他有没有带书包和手帕，而这一次我相信大雄肯定都会记得带上了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，看到开头前几分钟，各位是不是气得想揍大雄？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，咱们明天见。